有养宠物的人可能会觉得，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可爱的毛小孩，是一天当中最舒压、最幸福的时刻。不过，你知道吗？养宠物所带来的小确幸跟改变，其实可能比你想象中的更厉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动物的神奇治愈能力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宠物可以是我们的家人或心灵伴侣，甚至对某些人来说，宠物还可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像在《遇见街猫 Bob》这部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里面，男主角詹姆斯呢，原本是个染上毒瘾，在街头卖唱为生的流浪汉，在某次因缘际会下收养了一只流浪的橘猫 Bob。而在有了可爱的猫咪加持之后，詹姆斯的街头演唱变得很受欢迎，收入也大大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詹姆斯对于 Bob 的责任感跟爱，让他开始有勇气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难关，最后也成功的戒毒，跟家人朋友展开新的人生。看完这个电影呢，可能有些人也开始想要寻找自己生命当中的 Bob， 毕竟能够被可爱的猫咪拯救，听起来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同时也有不少人怀疑，养宠物真的有厉害到可以改变人生吗？会不会詹姆斯只是特别幸运，遇到 Bob 这只特别有灵性的猫咪？今天的影片呢，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个话题哦。身边的毛孩或动物真的会有治愈改变我们人生的能力吗？这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例如那种在面试提案当中很努力表达，但对方却心不在焉，最终错失机会的经验吗？别气馁，其实问题不见得是专业能力不足，而是缺乏精准表达的技巧。现在全球最大的演讲品牌 TED 推出线上课程，让你透过精准表达，在短时间内命中听众心中在意的点，进一步取得信任，获得机会。课程将会从主题、内容、表达技巧3个面向带你提升表达力。首先带你从听众需求设定主题，接着将个人优势组织成逻辑精确、充满说服力的内容，最后透过加分的表达技巧与听众拉近距离，留下好感印象。这些技巧可以让你的面试提案表现更加的优异，甚至能够在开发业务时派上用场。而现在这堂官方100万授权的 TED 流精准表达术，现在只要100元就能够入手。输入折扣码 TEDTALK77再打8折，超级划算，赶快把握早鸟优惠吧！根据专家的研究呢，养宠物确实可以为饲主带来不少的好处。最基本的改变是，它很可能呢会让你每天的运动量增加。这是因为有些宠物像是狗呢需要定期散步，养猫的人呢也需要定期的铲屎啊、打扫，还有购买宠物用品。虽然感觉很琐碎但这些小事的活动量累积起来也是蛮可观的。根据统计，养狗的饲主呢，每天在户外走动时间可能会比一般人要多出2倍。那活动一多，主人也就比较不容易肥胖，睡眠品质可能也比较好，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比较低。而除了身体健康，专家认为就连心理健康也可能有帮助。比如说，有了宠物的陪伴呢，让我们在面对压力时，身心的反应可能就不会那么大。过去有研究就发现，宠物可以有效的舒缓我们被别人拒绝或被排挤时产生的负面情绪。另外一方面，宠物呢也可能可以让我们的社交生活更丰富。例如带狗狗出去散步时呢，可能会有爱狗的路人来搭讪，或是因为有了毛小孩，家人跟朋友之间又有了更多的话题可以聊。这些对于生活跟健康的正向帮助呢，就连专门研究跟治疗心理疾病的专家也非常的肯定，甚至有决定直接让宠物成为舒缓症状的方法之一。有些受心理及精神疾病困扰的人，在医师的认可之下，会透过情绪支持动物来改善心理状况。这些动物基本上呢，就像一般的宠物一样，陪在患者的身边，让他们比较不寂寞、不焦虑。同时，患者呢会因为需要照顾身边的动物而变得有动力维持正常的生活。有些情绪支持动物呢是比较常见的狗、猫、兔子、仓鼠，但是呢也有马、猪、刺猬，甚至是鳄鱼跟孔雀的例子。之前在新闻上面呢，就有一位70多岁的美国男子乔伊养了一只叫做瓦利的情绪支持鳄鱼，陪伴他经历癌症、忧郁症，还有家人过世。瓦利跟一般人想象当中凶猛的鳄鱼不一样，给人抱在怀里也不会挣扎，看起来特别的温驯。因此呢，在 TikTok 上面还有 IG 上面吸引了很多的粉丝。但是毕竟很多人看到鳄鱼还是会怕怕的，所以乔伊呢跟瓦利也曾经被球场拒于门外，不让他们进去看球。除此之外呢，2021年也有发生过有艺术家要带自己的情绪支持孔雀上飞机，但遭到了航空公司拒绝。这主要的原因是情绪支持动物不需要接受特殊训练，认证的方式也相对宽松，所以不能够像导盲犬一样自由的进出很多场所，以免他们突然攻击人。不过就算宠物很难随时带在身边其实有另外一种可以从动物身上获得疗愈的方法。
有些动物如果性格适合，也没有太大的攻击性，在经过训练之后就可以成为治疗动物。像是在一些动物辅助治疗当中，治疗犬或治疗猫呢，就可以配合治疗师所规划的活动跟个案互动，改善身心理的症状。不过在治疗不同疾病的时候呢，治疗动物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都不一样。举例来说，在治疗自闭症儿童的时候，动物就可以作为引起儿童兴趣的对象。治疗师可能会让这样子的小朋友跟狗啊或者是马一起玩。那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鼓励小朋友练习表达、沟通等等社交技巧。因为自闭症的人呢，对于动物或是非生物的兴趣，通常会比对人的兴趣更高。过去就有临床报告发现，自闭症儿童跟动物互动的时候呢，比较愿意开口说话，愿意接受肢体接触，而且也会更有自信跟安全感。而在这样子的练习之下，这些个案未来可能也会更有办法融入团体或社会。那除了这样子类似学伴的角色，动物其实也可以成为人们疗愈创伤时的陪伴者。另外一个可以透过动物的辅助来治疗的例子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受过创伤的人可能会经常想起不好的回忆，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可能会过度的警觉啊，高度的焦虑。这个时候有动物的陪伴，常常可以让我们比较有办法转移注意力。举例来说，让个案在学骑马的时候，他会很专心的在协调自己的身体跟动作，还有观察马的反应跟步伐。这其实就跟心理学里面可以帮人减压跟放松的正念技巧很像，都是练习关注自己的状态，还有专心体验眼前的事物，并从而呢转移原本过度紧张的注意力或负面的情绪。同时在治疗室当中呢，动物还能够帮助我们敞开心房。举例来说，有些很小的孩子还不是很会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治疗师呢可能就可以用治疗室里面的动物当作开场白，问小朋友说，狗狗昨天做了噩梦，你觉得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呢，有些小朋友就会把自己的害怕投射到狗狗身上，说狗狗可能怕谁谁谁伤害它。就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呢，治疗师就可以更了解个案的状态。不过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也会发现，所谓的治疗动物好像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特技，就是得自然的跟人互动而已。甚至在某些治疗情境，动物可能只是单纯的陪个案待在治疗室，也不一定会有什么互动。那为什么光这个样子，很多人就能够因此得到安慰跟疗愈呢？动物学家威尔森曾经提出亲生命假说，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只要接近大自然跟动植物，就自然而然感觉到放松跟安心。他认为在演化上面，这种喜欢亲近大自然跟动物的天性，其实是比较有利于生存的。因为熟悉了周遭的自然环境，可以帮助远古时代的人知道哪边利于躲藏，哪边有危险。另外呢，身边的动物也可以帮助我们察觉周遭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看到森林里面的鹿吃草吃一吃，突然飞快逃走，可能就是有肉食动物靠近了。相反的，如果身边的动物可以很放松的休息，那对于我们来说，通常就是一种安全的讯号。那或许是因为这样子的天性还在人的身体里面，所以现在呢，我们光是看着自己的宠物或治疗犬在旁睡觉，可能都可以因此感觉安心。而且这种安全感呢，对于个案来说，或许就是敞开心房的动力。除此之外呢，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宠物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就像我们小时候的小贝贝一样，是一种过渡性个体。这个名词呢，原本指的是当幼儿刚开始跟妈妈分离时，会把小贝贝啊或者玩偶这类物品当成是自己的内在母亲，安抚心中的焦虑。即使长大成人了，有些人面对失去，一样可能会借由这个内在母亲或是过渡性个体，比如动物啊、玩偶、亲人的遗物、某些人等等，建立特殊的情感连接，安慰自己心中的失落。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某些人来说，宠物在自己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有了他们，这些人才能够走过痛苦，重建对于世界的安全感。所以我们今天呢提到了很多动物的治疗效果，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很神奇，但这边呢还是要强调，这些通常都只是辅助用而已。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心理跟生理上面的困扰，还是要寻求医师或心理师的协助。而且这些疗效呢多半也是因人而异，因为还是会有人没有那么喜欢动物，比起动物种植物追星看动漫，对他呢可能更加疗愈。不过就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呢，养宠物跟其他是要很不一样的一点是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可能每天回家呢，就有一只疯狂摇尾巴的狗狗冲过来迎接，或是平常看起来不太搭理人的猫，在大地震的时候呢，飞速的躲到自己的身边。知道自己的存在对于这些动物们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有的时候真的可以成为低潮时支撑住自己的力量。而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呢，是安慰，同时也是责任。那因为我们是宠物唯一的依靠，所以这边呢，我们想要鸡婆的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养宠物，千万别忘记要多多注意照顾它的需求哦。例如有些猫或狗可能天生就不爱黏人，但因为我们自己害怕寂寞，就硬要把它绑在自己的身边，不让它自由活动。这些动物呢，可能也会因此出现心理问题，导致它自伤，甚至是攻击人类。所以如果你看完这一集呢，也开始很想要养宠物，想要得到动物的疗愈，建议还是要先谨慎的考虑自己目前的能力跟状态到底适不适合。
如果还不是很确定目前台湾其实有一些咨商所呢有提供猫狗辅助的咨商或治疗，那或是呢你也可以去猫狗咖啡厅感受一下动物的陪伴。那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迎接动物进入你的生活，也希望身边的人能够体会动物的魅力，欢迎将这部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知道跟宠物一起生活可能是一件多棒的事吧。好的，那今天最后呢，想来问大家，你有曾经被动物拯救的经验吗？没有，我超讨厌或超害怕靠近动物。比如说拯救可能有点夸张，但我确实觉得有些动物很疗愈，光是看到就觉得心情变好。CEO， 如果不是有他们，我现在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动物的治愈能力。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动物保护法以及宠物沟通。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就明晚再见喽。